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，真的，我作为一个家乡人，我特别的自豪，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。锁住他！漂亮！漂亮！自从杨建平在美国将美国冠军按在地上疯狂暴打之后，美国官方就坐不住了，想将丢掉的颜面找回来，于是直接花费300万美金，请来了他们的地下拳王鲁尔德斯。这个黑家伙可谓是打死人不眨眼，每一场比赛都极其残忍，完全不将任何对手放在眼里。而他听说打得是中华虎杨建平，当即表态自己1分出场费都不要，甚至还扬言要将杨建平打成植物人，真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。中华虎杨建平的称号不是虚的，杨建平也一定拿出中国勇士的气势，绝不能让嚣张的外国佬在中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，发誓让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白色短裤杨建平，黑色短裤鲁尔德斯。杨建平的目的还是很明显的，直接近身快速的抱摔。这次抱摔也很成功，将对手按在身下，开始长时间的地面压制。是一场这个无限格斗 MMA 规则的比赛，也是我们武林风擂台上第一次这个 MMA 规则的比赛。对，我们场上的这个红方呢，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个自由搏击的冠军杨建平，他也是第一次来到武林风的擂台上。那这名选手呢，以前也是。这是我们在这个自由搏击当中技术这个叫骑乘式骑到对方上面，但是我们看到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这个伦纳德特别的聪明。现在的杨建平已经拿到了7成的把位，手上还在一拳拳砸击对手，想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对手现在的局势也确实非常被动，杨建平一手砸拳，一手控制，不间断的打击让对手防不胜防，只能抱头防守。既然已经被杨建平控制在地面上，那杨建平也是绝对不会让他有一点起身的机会。这时候也是很看重绝对力量的。杨建平手臂上的肌肉非常明显，平时对自己的训练非常严谨，这样的肌肉线条一看就是爆发力很强的选手。看首回合的时间能不能将对手给终结了。的这种规则的一种变化，场上形势变化，从制约到反制约。明显的可以看得到这个红方运动员杨建平的力量是绝对的优势。比赛很好看，很好看。给我们担任本场比赛的常裁判是叫赵四阳，也是我们国家目前第一个获得 UFC 国际认证资格的常裁判。对手经过长时间的挣扎，还是没有挣脱杨建平的控制。他现在将背部给到杨建平，正面被砸拳的话，很轻易就能在他的脸上砸开一个口子，只能将背部给杨建平。不过最终还是逃不掉被压制的命运。杨建平是不会轻易让他起身的，现在还是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，很长时间给予对手压力。首回合还有很长时间，能给对手带来非常大的影响。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杨建平能不能将对手直接终结。一个比赛，他使用他的这种下肢固定住这个对方的这种腿。现在伦纳多想解脱都很难。这是利用这种锁对方的这个头部，也是在给他们叫做窒息技术。但是我们看到肯尼亚的这个伦纳德，他不服输。比赛结束。最终还是杨建平赢下比赛的胜利，将对手狠狠的暴揍，打得实在精彩。接下来依旧是杨建平对战美国选手的经典大战，他的对手名叫凯文·米歇尔。我们直接进入比赛，杨建平还是想将对手抱摔在地上，现在找机会将对手按在地面上。上场比赛杨建平的地面技术就很精彩，将对手按在地面上。现在这个美国选手依旧不好过。争相东方荣誉俱乐部的杨建平，他曾经获得过世界自由搏击65公斤的冠军，而他的对手呢，来自美国的凯文·米歇尔。凯文·米歇尔在今年的美国 MMA 比赛当中
是获得了全胜。在赛前，我和这个杨建平已经交流，他说我在比赛我看过他的视频，他的比赛所有比赛当中获胜的记录全都是他采用的是地面技的技术，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。这回合也进行很长时间了，但美国选手还是很被动，被按在身下长时间没办法起身。不过对手的防守还是很到位，双腿控制着杨建平的上半身，不想让杨建平有砸拳的动作。杨建平也在想办法挣脱对手的控制，现在两人都在相互控制着彼此。这时候的地面僵持也很消耗体能，杨建平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挣脱对手，拿到优势的把位之后，那对手的局势就非常危险了。但现在手臂还在被对手控制着，就是他采用着这个骑乘位，也听到这个姜老师要锁对手，要锁对手，要赢得更加的精彩。毕竟杨建平是世界自由搏击冠军，他以前是和这个周志宏是好朋友，在这个湖南的拳击队训练，以后跳到了陕西散打队练散打。离开陕西散打队之后，又练习这个自由搏击，获得了这个世界自由搏击的冠军。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，杨建平现在的目的还是很明显，直接近身进行抱摔，随即上前一拳打击对手。这时候下手非常凶狠。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主场进行，杨建平将他们的美国冠军压制在身下，一拳的打击太精彩了。杨建平也知道对手的优势，他在站立上的气势很猛，所以杨建平就不跟对手拼站立，直接就按在身下将他狠狠的暴揍。我那种防守的难度要更大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·米歇尔的这个左侧的眼部已经肿起来了。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，因为杨建平他技术太全面了，他的全面性还展现在他的拳。两人在站立上也显得非常谨慎，对方现在也很注意杨建平的抱摔，毕竟在地面上他可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，但现在还是被杨建平缠抱。这一次依旧没有任何的意外，杨建平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将对手狠狠的压制。杨建平中华虎的称号不是浪的虚名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杨建平一点机会都不给对手，牢牢地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，将对手按在地面上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杨建平也一定不会让对手好过。见过对手吗？我们听到在外面有唐金炮家说用安保，这是我们用的是三角锁的技术。但是杨建平还是放弃了，还要给对方再多玩一会儿啊！第三局比赛开始了，杨建平还是步伐上逼近。现在杨建平的优势非常明显，打的也更加得心应手。对手现在要是再不积极进攻的话，就一定会输掉比赛。不过对手的意志力也真是坚强。现在都已经第三回合了，前面杨建平也给予对手很多的压力，但也一直没有将他给彻底击溃。他不仅意志力坚强，在防守上也是非常到位。最后一回合的时间，杨建平肯定也是想将对手终结的。要抓紧时间结束比赛，因为这种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，只要杨建平这种优势继续发挥下去的话，会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但是我们希望杨建平采用的是一种地面的进攻技术能够获胜。我们说是三角锁也好，断头台也好，是吧？莫斯锁用利用一种地面的柔术的技术来让对方认输，那将更加的精彩，更加的好看。比赛结束了，两人还是打满3回合，杨建平打得很精彩，全程暴揍对手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他，没有任何的悬念，杨建平大获全胜。大家觉得杨建平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
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